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先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我们最近节目常常上 YouTube 节目的这个粉丝热推，所以持续的欢迎观众朋友来帮我们的优质内容点下热推，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持续的登上在台湾的排行榜，增加更高的曝光度。那请大家多多帮忙点赞。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议题就是这一起救援行动了。堪称像是电影情节一般，一共是根据川普的说法，出动了155架的军机，只为了营救一位飞行员，而且是差一点被全灭的。是这样子吗？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川普已经倒数下最后通牒了，他说要开启地狱之门。今天节目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其实正式的进入到倒数计时了，原因是川普总统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在4日的时候，他曾经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他说6日前会跟伊朗完成协议、完成谈判，4月7号就定为是最终的期限了，威胁说如果你这个伊朗不开启荷姆兹海峡，他还爆了出口说快打开荷姆兹海峡，你们这些疯子，要不然他就要开始持续的轰炸，包括了石油，还有炸他的电厂跟炸断他的桥梁等等。针对于川普的呛虾，伊朗则是强硬的回应说，地狱之门我们也为你开启了。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真的打得下去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光是过去1个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接连，尤其在空战上面出现了非常重大的战损。统计一下，包括了 F-15、F-15E、KC-135加油机、E-3预警机，都让美国的制空神话现在开始松动。尤其今天我们要带观众朋友特别再追溯一下，在4月3号发生的这一起救援行动，当时是一架 F-15E 被击落。川普表示，这一起行动当中，虽然这个飞行员已经被救回了，但是美军当时一共是出动了155架的军机，这当中包含了轰炸机、战机、加油机等等，来各路的做紧急的救援。回顾这一场惊险的行动，也有专家直指，其实美军没有这么厉害，他们是差一步就可能被全灭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其实今天细节才逐步的出现，有关于这一起救援行动的所有细节，我们今天会做一次比较详尽的一个分析。当时飞行员他在逃离在飞机掉下来，在逃离现场的时候，他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区，自己一个人徒步逃亡，逃的时间长达了10个多小时，才透过定位之后被锁定，也就是被美军给找到。美军在这个时候找到人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了各路的战机，还有B-1的轰炸机，火力来压制在它附近的现场。最后，美军是用烟雾弹来标示这位飞行员的位置，并且让特种部队下来深入到敌后来做营救。但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是，这运输机到了地上之后，却因为沙尘无法起飞，美军只好再调其他的运输机来救人。那只好把原来这个没有办法起飞故障的运输机是炸毁，以免技术外泄。现在根据了解，撤离当时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伊朗的部队逼近到现场，只要再慢一点点的时间，可能是几分钟，可能是1-2个小时，美军就可能会全军覆没了。这是来自于专家的最新的一个说法哦。那么任务虽然是完成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军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极高的。除了战机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昂之外，我们看到伊朗的山区现在也出现大量来自于美军战机的各式残骸。伊朗宣称了，他们只用了这种肩射的飞弹就击中了美军的飞机。虽然说伊朗后来他们的发射单位也遭到反击给歼灭了，但是美军的战损可以说是非常重的。伊朗也说了，美军还损失了包括 C-130运输机跟黑鹰直升机等等，但是这消息没有让美方这边证实过。以色列方面则是出动了，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可能有包括了翠鸟跟他们的另外一支疑似呢，都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战队来出动，一起来做营救。那么伊朗方面说，美国搜救飞行员的行动恐怕是骗局哦，目的
除了救人之外，可能还有要窃取浓缩铀，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为了救一名 F-15的飞官，美军出动了155架军机，传出以色列刚刚提到的2支特种部队也出动下场了，但是最后却是以这种肩射飞弹就可以被锁定，代表美以的空优已经没有办法掌握了吗？干哥来带我们看这一起像电影般的救援行动。好 ，OK， 一切都是要用钱堆出来的这个非常危险的营救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我今天要先跟各位讲，就是说特别带来了3架飞机，但是呢，先要从 F-15的故事开始讲起，就是这架 F-15它可能是被伊朗的巴斯捷民兵的肩射式飞弹，就是 SA-7啊这种肩膀抬着就可以发射的这种飞弹的射击高度非常短，只有几公里而已。所以相信这一架飞机是在低空盘旋的时候被击落的，这非常有可能，因为伊朗的 S-300哈，就是那种精密的高级防空系统，可能早就已经被美军摧毁了。所以这次这一架由上校飞官啊，叫做 Morgan Loss 他是第4飞行中队的中队长啊，后来他晋升为连队长了，但是他还在飞，他还是上校。所以你看到阿汤哥当了上校，他还在飞飞机哈，那个不是就说好像是电影情节，但事实上在美军之中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还执行战斗任务。Morgan Loss 他有3000小时的飞行时数，其中有1000小时都在打仗。可见的这个人经验丰富，所以这次营救成功，很重要的是他知道怎么逃生。他在学校里面，他不是被教的，他教人的，教人怎么求生的，这是充分体现的。所以这架飞机，它在这个被击落之后，它弹射逃生。这架飞机有2个飞行员，他是后面的武器官，那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正驾驶，正驾驶很快就被救回了，副驾驶就是他，就是坐在后座。那他弹射之后，你知道他在哪里？他在伊斯法罕的南部跳伞降落了。美军这时候马上出动 B-1， 为什么？开始声东击西，说不是，他不是掉在这边，他在掉在更南的一块地方，然后开始进行电子干扰，然后民兵部队就以为说他是掉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电子装备，美军已经先进行了很多电子干扰了，让什么？让你不知道它确实的地点在哪里。但是这个时候，飞机只要一坠毁，它的求生定位信标就开始发射信号，发射总共连续，就跟我们 F-16要是不幸坠毁的时候，失事的时候会发出72小时的求救信标，那个求救信标就一直传回哪里？传回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这个时候马上下达决心跟指令，为什么？这位摩根·洛斯一定要救回来，他是教官，他将来要晋升少将的，所以一定不惜任何代价要救回来。于是派出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架飞机，其实比实际上的飞机要来得大得多了。这叫 C-130立式型运输机。立式型运输机派了2架，叫 MH-130MC-130，它是大的飞机，它可以进行空中救援以及紧急运送物资到前线的，它可以载12吨物资。所以这一架运输机它带了各3架，就总共6架小鸟什么？小鸟搜救直升机叫 MH-6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它放下了小鸟，然后这一架黑鹰叫做 HH-60，它也到了现场去。所以美军的作业它其实是有一个同步的，就是说我主要是要把所有的装备都运回来，但是这个比较轻的黑鹰直升机是在差不多2000公尺，也就是7000英尺的高空，开始针对着求救信标的讯号位置开始搜救。然后呢，小鸟直升机也开始搜救。美国在搜救的时候，不是派1-2架飞机去，他会派一整队的飞机。但是所有这些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所以我刚才讲到伊斯法罕就是伊朗储存那个铀原料的地方，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对，没有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他开始进入到伊朗的领空之后，他降落的时候，发现都是泥土路，而且他们遇到了沙尘暴。其实说句实在话，行动很成功，已经找到了这位上校，然后用这个MH-6的小型直升机已经载他回来了。
然后整队人回来的时候，发现飞机飞不起来，就是这一架 C-130，它完全没有在不整地上面起飞，怎么办？尝试运用各种方法，要把泥土给弄平、挖起来，然后可不可以短场起降？最后宣告放弃。这个时候，任务已经进行了3小时了，差不多了，快完蛋了，怎么办？中央司令部马上得到中情局，因为整个行动都是中情局主导的，中情局马上从科威特调什么飞机？调 DHC-8，叫加拿大特别制造的一种轻型运输机，派了2架过去。就这样，结果那种飞机在降落之后，因为我实在没办法带那么多模型来 ，DHC-8一降落，发现虽然是泥土路又有沙尘暴，但是他们可以执行任务。然后美军赶快把所有的人啊、装备啊，通通都塞进了这2架 DHC-8，这是中情局特别为这种任务所准备的，然后就顺利脱险。其实只差声敏刚才讲的，最多只有2个小时，80节民兵已经到你面前了。是千钧一发把人给救回来，这就是整个过程。然而，刚刚有提到这架 C-130特战运输机价值1亿，去了2架就损失了2亿，因为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说把它全部摧毁。为什么？如果不摧毁的话，就会变成敌人的资产。F-15一架价值1亿，这次出动了155架飞机，损失了2架大运输机、6架小直升机，现在总共还有加上 F-15的损失，就是一个行动就花了10几亿美金。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整个行动你现在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对于只有美国像这样的国家还能够执行这样的这么复杂而高危险性的行动，说句实在话，那接下来呢？如果接下来你真的要进攻伊朗本土的话，你还要损失多少？我帮美国打了这个算盘之后，我还真的觉得不值得。而且你将来会花更多，会让美国人更对这件战争会感到反感，而造成川普的不被信任的。好，这个救援行动对美国来说其实压力蛮大了。为了救一个人，出动了155架战机，战损现在光是这个战机的部分超过了10几亿美元哦，而且还被专家说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侥幸的成分？因为刚刚干哥也帮我们特别提到，在撤离的过程当中，其实民兵只差可能几分钟，甚至到这个1、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能被锁定。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所谓侥幸？那大使又怎么看？那另外就是说，川普已经喊出了7号就是地狱之门要开启的时刻。如果伊朗还不能跟美国达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妥协的话，那么就会针对于他们的民用设施等等来进行打击。他真的敢这么做吗？大使怎么看？当然，这次营救行动啊，对于救人方面，他是把人救回去了，可是他其他方面损失是惨重。那伊朗一直说这个地面交战的时候啊，有美军阵亡，而且有这些烧焦的尸体啊、相片啊，美军不承认。那伊朗说至少有5名，因为这些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或者说是这些伞兵部队啊，他们降在那个机场以后，事实上有跟当地的事实上有交火的情况，可是你知道这些降落在这个废弃机场里面这个部队200人左右啊，那事实上很容易被包围。那所以他们怎么维持他们安全？其实最大的安全是靠空中的力量。美军在那边把那个往那个机场附近路全部炸掉了，都是从这个空中的那个他们公布的照片，那一条路上几乎每80公尺就一个弹坑，一个炸得很准，把那个路全部毁掉。所以另外一个所有增援的要去这个攻击这个美军这个特战部队的这个伊朗，不管是国防军还是这个革命卫队都在远距的时候就被怎么样？就被这个空中的武力把它压制住了。所以他们争取到时间，在那边还可以等待那个小鸟直升机要去把它救回来这个时间。是。那当然，这个后来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叫巴加埃他出来这个说明，他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说这个被救的人质离这个美军降落的地方有150公里，非常的远。他为什么要选这么远？那就变成就是说，因为他在那个省跟这个他们就有这么远，可是这个降落的地点呢，离伊斯法罕
伊朗的所有这个核设施的这些不管储存研究实验室都在这个地区只有35公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事实上是真正的目的想要抢夺那个核设施，可是呢事后是没有成功啦。那不过救人方面他是做到了。那就是说这个谈判如果不顺利，双方会不会敢真的打开这扇门？就是川普要开始说这个是桥梁地狱，又是什么这些发电厂的地狱，会不会打？那看起来可能不会大规模的打。如果说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可能是炸1-2个吧，因为他也炸了桥了，桥也已经炸了一条，不是没有炸，而是他这个说我要开炸，川普这个做法一定是这样，开炸，然后就慢慢一个一个炸，他不会全面性的，全面性这个战争就全面扩张了。而且现在就是说，美军事实上他的这个制空权现在有点问题了。那当然原因很多啦，你看他这个 F-15E 这个飞机是很先进的，这个飞机飞得又快，载弹量又大。那么装备都是最新的，还被击落，所以我觉得川普的做法的话，即使要打也是小打。好，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上志哥，因为刚刚大使也特别提到的是说，美军也有可能是要窃取浓缩铀，那伊朗其实也指控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您又怎么看？这次花这么多的军机，那么大的规模去救一个飞行员，在早间新闻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是这个飞行员的背景中给到就是说一定是什么谁的权威人士。当然，刚刚有提到他整个本身的军工或包括他的军事经历还是很特殊的，确实还是值得救。可是问题是值得救没错，但是你100多架飞机各类的去救，这个真的不成比例啦。这个而且这种风险性的战略性，真是没有道理。所以其实后来马上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战情分析都冷静下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可能就是为了刚刚讲核设施或浓缩铀。我们现在知道，在美国跟以色列在打伊朗的这个核心目的跟最后目标是不太一样的。美国无论如何最后所把持的一个点，虽然最近都在放狠话炸什么桥梁，可是不要忘了最原始之初合理性从美国当中出兵的就是为了它的核设施。它叫断绝伊朗本身的这个核武器的部分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这次这样子的规模，确实比较符合，是不是要摸摸底，或者是真的就顺势就真的来攻整个有关核设施核废料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伊朗的部分核设施核废料，距离那个美军所在的地方确实不远哦，而且至少部分其中一个部分，而且知道这些如果涉及到浓缩又要取得的话。它可不是小猫咪空降部队抱着就走，要有防护衣，要防包括所有的这一些包括这一些的这个各方面的放射性的部分元素，而且在装运乃至于刚刚蛋哥特别提到这个113洞对，他们其实413洞是改良的413洞，已经算是很 OK 的113洞，所以它在各方面的部分是一旦如果真的有机会拿到，无论是浓缩铀，无论是核设施。当中要破坏、要带走的部分，我想最主要是浓缩铀要带走。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次413洞的出现在这里头的部分，除了救人之外，是更合理的。所以讲现在其实在这场战争接下来打下来，大家都有各自的目标。狠话虽然狠，可是呢，现在因为谈判当中也透过中间者继续在谈。真正的最后的主导权，我们还是得要看大家各自寻求的目标。现在呢，其实川普就要一个胜利，拿掉核设施。以色列还是希望你把伊朗人毁掉最好。但是现在伊朗它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军事、舆论战、外交战、荷姆兹海峡这边的，包括金融，包括的这个能源战，它已经有多方面当中多层次的在进行了，不是美国的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吓倒的。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持续来关心伊朗这一次直接轰炸的是迪黎波里号，美军的迪黎波里号。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击落了12架的美军的战机，从战争到现在，这个毁灭性的报复已经正式的全面性的启动了。美军在这个时候，一位退役的军官警告了美国失败。
告终，他做了这样子的预言。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有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为什么伊朗选择要直接轰炸迪里波里号？这是精准阻断美军接下来可能会进行的地面战吗？那么第2个问题，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的战机其实在短短时间内接连的坠毁。今天我们会慢慢的来看有哪一些战机哦，那背后是伊朗到底有哪一些战术，还是说伊朗它有一些黑科技，有一些高科技武器可以击落来自于美军的这一些高价值的战机呢？还是说美军的制空权已经被彻底的打穿？第3件事情也会来关心，战火升级为地面冲突的话，美军真的会如退役的军官警告的，美军会面临灾难性的失败吗？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也比较奇特的事情是，纽时在这个时候做分析，伊朗掌握了荷姆兹海峡，已经崛起成为第4强权，可以有能力改变全球秩序，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刚刚持续要来关心到的事情，就是在哈米尼死之后呢，遭到以色列斩首之后，确实伊朗大动作的报复性行动持续的进行当中。最新一轮启动的是真实承诺4第98波的行动，战果比以往还要更惊人。赶快来看到，包括了这个导弹是直击美军的迪利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迫使它撤离原本在部署的海域。导弹也袭击到了以色列内部的集装箱船，引发大规模的火灾，并且对以色列发动了4轮，一共是数十枚的导弹，命中了主要的城市，重创它的军工还有化工企业，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无人机还袭击了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美军的卫星的一些设备。另外还击落了一架是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以及一架以色列它的这个无人机。好，为什么这一次伊朗会特别选择攻击迪里波里号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上面载有5000多名的美国的水兵，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主力，可能被视为是过去要做陆战队的这个主力部队。小档案也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排水量高达了4.5万吨，可以搭载 F-35B， 被视为是中型的航空母舰，而且可以快速的投送海军陆战队等等的能力，被视为是美军前沿介入战的一个核心的节点。那么其实从开战到现在3日以来，是已经击落了来自于伊朗的战果12架美军的各式战机，包括了 F-15E， 还有 C-130， 一架 A-10跟4架黑鹰，还有2架小鸟直升机，2架NQ-9， 这是来自于伊朗最新做的一个统计。好，节目一开始也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为什么伊朗选择攻击迪里波里号？这是要预防美军接下来的这个地面战吗？那么美军的军机在短时间内一直遭到击落，原因又到底是什么？伊朗掌握了哪一些很关键的战术或者是武器吗？干哥怎么看？好，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那就是美军在2次世界大战最后的1944年诺曼底登陆，它所汲取的最大的经验值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要登陆之前的绝对空优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一定要得到绝对空优，为什么？因为只要来自天上的威胁，那地面上的陆军是根本是不堪一击。所以今天迪利波里号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说过，它是闪电航舰，它也是2栖突击舰，它重达4万吨，它等于一半大小的美国航空母舰。大家知道，不管是福特号或者是那个尼米兹号，都是10万吨的大船。那像这样子的2栖突击舰，它是45000吨。那4万5千吨，它的舰上什么东西都有，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想不到的东西它也有，所以它一定要载着能够突击的 F-35，就是说那个隐形战机，它先扫清了沿海面上的威胁之后，才能够让陆战队做了2栖的那个突击艇，就是 LCAC 气垫登陆艇。这样才能够上岸。平均，我们在看2次大战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个登陆艇要慢慢的滑到那个德军的炮火面前，大概从船上放下来就1个多钟头了。现在 LCAC 的2栖的突击艇，它气垫上去，它只要差不多20分钟，它就可以到那个海岸。但你说为什么还要花20分钟呢？因为船太大，不能靠太近。
会搁浅，了解那意思吗？航空母舰更大，要停得更远。再来，航空母舰怕飞弹，所以说航空母舰要停在200公里以外，要在射程之外，免得被革命卫队给打中。那这次迪利波里号，它自己本身不但有 F-35，它还有登陆艇，它还有海军陆战队。通常在介入像那个你说你要夺哈尔格尔岛像这样子的目标的话，5000名陆战队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问题在于什么？《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这一位这个退役的军官，他是一个中尉军官，他从美国特战部队退伍。他说：“你现在如果不派地面部队的话，我不知道美军的战略意义跟战术目的是什么。”没有错，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如果美军的地面部队不介入的话，那你整个荷姆兹海峡你也拿不回来，那你将来在国际上的定位就会慢慢被别人耻笑。为什么？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川普你讲了半天，结果你还是没有真的打，你也没有拿下这个所谓的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那这样子的话，盟邦已经看你快要破了手脚了，结果你现在还真的没有这样做的话，坦白讲，这一场行动到最后会以失败或是不体面的撤退告终的话，那对于你将来的选举就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再来讲到说，那到底伊朗怎么可能在短短不到1个礼拜之内击落了12架美军的战机？其实有一些是因为它本身的故障，但有很多都是什么？有很多都是伊朗用廉价的防空武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肩射式飞弹就能够打下来的。我现在没有 S-300那个1枚50万美金的那种精密防空飞弹啊，但是我可以叫我的80节民兵在山头上，在我的核电厂外面，我们就背着我们的 SA-7圣杯这个防空武器，这一枚飞弹长1.8公尺，很小一枚，然后重量呢1个兵就可以载得动，跑来跑去，只要你飞到它射程范围之内，它就可以把你打下来。甚至你要注意，伊朗革命卫队可能还有潜藏着更精密的飞弹，只是还没有拿出来用而已，就等着你的登陆部队入侵，他才会拿出来用。所以这个军官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好，那同样的问题，上志哥又怎么看呢？其实有关于这个迪利波里号，当然伊朗就是说他们攻击了，但是呢，隔天美国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就立刻说没有任何的部分的攻击。我觉得迪利波里号到底有没有被攻击，还是蛮重要的。首先，它船上部分有2000多名，将近2500名的这个特种部队在上面。如果真的被打到了，而且死了若干人，这真的就是宣战嘞。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要不要地面部队进去，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可是，如果现在伊朗实质就把美国2000多个士兵打死，这个也是很恐怖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就撕破脸了。所以我认为这次我们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是美国方面的，因为不可能会信他，但是当然会逼退你，给你一些威胁，希望你不要靠近，这是一定会有的。而且现在除了这个迪利波里号，还有另外一艘全狮号，上面也有2500名。所以我看我们这几艘船舰可不是一般我们看美军的船舰被攻击，因为上面有那么多的特种部队。那么这2期的特种部队的时候，一旦有比较大幅度的人命伤亡，这真的就是对美国全面性的宣战。所以这里头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这个部分的这个拿捏。我认为伊朗也不会那么笨啊，哈。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的部分，主要还是在现在有关于已经确实是美军方面已经集结了。到底要不要拿下整个在红海地区的一些岛屿？到底要不要地面部队这件事情？除了现在美军集结，我看现在全世界在讨论的部分，还是在于美国真的要发动，当然他们有那个实力，但是真正打起来，大家现在盘点的不是你要有1万、2万特种部队，5万的美军是不是都下去到伊朗的国土？主要还有补给的问题。最近大家开始在盘点美国，因为现在看起来几次这个川普一副就说真的要打了，而且感觉川普现在如果没有某一个胜利的话，他真的很没有面子哦。再加上现在美国五角大厦有这么关键的几个军事的人士都被撤换，所以看起来是疑似还是真的会往下打。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往下打的时候，所以开始认真盘点整个美军当中如果往下打。要知道，因为美国毕竟还是在远方，所以他们毕竟还是得靠所谓的包括有美军基地的确实持续的补给。
而且要考虑到，他们一旦有任何可能，因为伊朗能够攻下来，我们看乌克兰战争一样，在乌东地区，你终究还要攻下一些所谓的这个前进的阵地。重要的要塞拿下来之后，你才能不断的铺开。你拿下来之后，这个地方固稳了，继续补给。现在真的伊朗在整个波湾沿海地区，包括荷姆斯海沿海地区，这个部分真的很少，就有几个点你攻下来，里面是空空如也。你在美军在那边也会饿肚子。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有很多的不是都能打，迪利波里不是都能打。美国要真的要去打，要去盘算后面的补给，仔细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好，所以这场仗到现在这么久的时间，川普看起来恐怕还是会持续的、继续的调派更多的军力。不过此刻呢，这位是美军的退役军官了，他出来做了一个示警，他是安东尼。阿奎勒他说，这一场战争其实一开始就是战略性失败，而且呢，你接下来如果真的发动所谓的地面战，美军会面临灾难性的损失。不过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荷姆兹海峡控制数个月的时间，甚至数年，就会重塑全球的秩序，是对美国不利的。他认为伊朗正在迅速崛起，成为第4强权。大使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第4强权有一点夸张，因为伊朗本来的军力全球排名第17，它并没有它的军力增加，而且它军力是退后，而且它这次被打得蛮惨的，只是说这个国家很耐扛，很耐打，而且意志力坚强，它可以说它的精神战力超过它实质战力，是对，所以它没有大规模啊，就是说侵略或者入侵别国的能力。倒是说，美国以这种超级强权、1年上兆美元军费的国家，他因为不敢使用地面部队，所以呢，就看起来对于伊朗这个国家好像是束手无策。那伊朗再加上他过去10年他的战略发展方向，我认为是蛮聪明的。他事实上要建立强大的空军，可能跟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他建立强大的海军，对他来讲，可能也是几天之内通通被打光。所以他的重点就在导弹，重点就在无人机。那这2项武器就让他能够今天啊，一个成本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呢，它隐蔽的方式，它的这个机动性高，隐蔽能力强，因为伊朗到处是崇山峻岭。这一次美军就在思算在伊朗的这个导弹摸不清楚到底还剩下多少颗。俄罗斯说还有3000多颗了，对，美国也有说还有1/2，都搞不清楚，所以就变成他其实是战略上是很聪明的，他发明这2个武器。那我们一直认为说，伊朗的飞机怎么烂成这样子，防空武器也烂，可是他现在打仗他就靠这2个。另外他手上一个没有错，他这个就是说荷姆斯海峡，这荷姆斯海峡事实上真的是易守难攻，易守难攻。那美国为什么现在川普卡在这个地方？你今天说实话，你不敢去攻这些荷姆斯海峡，在那边把你的大量人力你现在迪利波里号，你上面3500名陆战队，你去攻啊，不见得打不下来啊，对，你去攻，可是问题可能你有一半会伤亡，有一半可能有上千个在那个浮尸飘在那个波斯湾上面去为啥川普承受不起啊？因为美国老百姓会说，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跟他有深仇大恨吗？本来不是还可以过吗？为什么要死了那么多人，也没打下来？然后呢，你要去炸他的油田呢？说实话，你要把荷姆斯海峡变成一个没有用的海峡的话，你就是把波斯湾里面的油田跟它的天然气通通把它毁掉，荷姆斯海峡就没有必要了。那可是问题，你把它都打掉以后，你美国也受不了。对，那其他国家也怪你啊，欧洲现在怕得要死啊。那还有这些川普最近在骂的日本、韩国、英国，通通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美国站在一边？就是怕断油断气嘛。很清楚嘛。所以在战略上，川普是没有想清楚，贸然出兵，以为4天就解决了，现在马上要迈入40天了，看他怎么办。对，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
好，停战破局正式要进入倒数吗？现在呢，伊朗报了一个数据，打脸美军，说他的伤亡都是盖牌的，很快就要瞒不住了吗？而且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38%川普原本的支持者已经后悔当初投给川普了。好，今天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本来是巴基斯坦要牵的线，让美国跟伊朗之间赶快去谈和吧。现在说最可能的结局就是会彻底的破局，因为就在川普他说了最后通牒的倒数时刻，伊朗完全没有退让。在这个时候，他还抛出了10项强硬的停战条件。好，这一些条件是让川普感到非常不满的。伊朗说要求永久性的终战，不是说暂时停战而已就好了，并且要求美国全面解除长久以来对于伊朗的各项，包括在经济上面的各种制裁。另外呢，还要从美国的部分提供这种战后重建资金，以及呢透过收取这些船只的过路费来代替向美国直接的索赔这一些费用。最后，伊朗还说了，他愿意稍微示好了，解除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并且他会确保航行的安全。川普听到这些话之后是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说这个提案是不够好的，如果真的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接下来在7号他要全面的开启地狱之门，轰炸伊朗的电厂基础设施，把伊朗打回当年的石器时代。伊朗的议长则是反呛说，已经打赢了战争，而且绝对不会退缩的。要川普，你剩下20个小时了，赶快向伊朗屈服吧，或者是你的盟友跟你就会被打回石器时代。那么最新收到的消息，伊朗官员呢就怕美国真的会轰打这一些所谓的民用设施，已经号召民众手牵手组成所谓的人肉盾牌，包围各地的电厂。另外，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美军如果要攻击电厂的话，比较可能打的是这种民用的电厂。对于军用的供电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原因，是因为伊朗的电厂具备地理位置分散、发电来源比较多元跟互联等等的设计，也就是顶多只会发生这种局部故障的现象。好，针对于双方能不能和谈，《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最新的分析。他说，美国跟伊朗都各自认为自己是拥有优势的，透过外交几乎希望非常的渺茫。智库也说了，美国持续的增加打击目标，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伊朗投降，正是导致这个战火全面失控而且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都说自己打赢了，连包括了这个巴基斯坦、日本跳进来协调都没有用。最后，中国有没有可能来帮忙，成为唯一的关键变数呢？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出来了就是上个礼拜，那王毅已经跟巴基斯坦外长副总理兼外长已经提出5点和平计划了。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多国家目前希望中国大陆做的事，因为巴基斯坦它幕后代表的就是那个沙特，还有海湾国家。那本来就是说，埃及土耳其也希望加入这个斡旋，后来大概还是沙特决定由巴基斯坦出来，他第一个就到中国大陆，所以已经得了一个5点的和平的这个方案了。那不过就问题就是说，现在关键在川普，伊朗你叫他停，伊朗是从来没有主动攻击的，伊朗这场战争从头到尾都是等比例还击，他从来不主动攻击的。他们任何他已经打了95波了吧，他都是回击，他都没有主动攻击，所以现在关键就在川普一念之间，一念之间。那川普的这个很多他外交跟战争的风格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是打跟谈是同时进行，而不会打的时候打，谈的时候谈，分开来。他打谈同时进行，然后在谈的时候就用打来对谈施压，那在谈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什么空间，也有他的退让的空间。所以川普原来说48小时，后来5天，5天后来又10天，10天又他口袋2天，对，这里面就是其实他的打，还有说他那个所谓的这个最后期限，都是为了做谈的这个用谈上的一个什么一个他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战术。那现在有人说，双方已经快对45天停火这件事情达成协议。45天停火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起码暂时把这个
这个情况把它稳定下来，要不然的话，它会朝继续恶化的方式。45天就下面先都不算，先停，然后慢慢再看。那可是呢，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部分呢，现在就是说可能还在最后阶段，所以外界一直说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希望。你不要看双方嘴都那么硬，在谈判桌上都是有弹性的。而且事实上都在谈。那伊朗也不是那么抗打。你打到最后电厂也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他这场战争损失也太大了。所以现在就看最后的机会。那如果说这45天的谈不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川普就打一下。可是我认为不会一下就让伊朗变到地狱。因为他让伊朗变地狱，伊朗会让他变地狱。没错。所以，川普会小打。是好，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协助斡旋之下，协助美国跟伊朗这个愿意接受和谈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川普现在真的压力也蛮大的，有关于伤亡数字的部分，被伊朗笑说根本就一直都在盖牌，因为现在双方统治的数字也是天差地远的。美国说呢，这是官方的说法，目前美军是13死365伤，但是伊朗说是680死5000伤，这个数字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这个来自于媒体的分析，五角大厦可能会刻意的去盖牌，压低伤亡数字，免得国内掀起反战声浪。另外一方面是美军的这些高层将领在最近被要求要辞职或者是退休，川普能够压得住这一些真相或者说压力吗？干哥怎么看？好，美国官方现在对外的公布的死亡人数，美国士兵是13人死亡。然后呢，365人受伤，是美国自己本身的数据。其实这个13人大部分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卡达的那个一个雷达接收站，就看起来就完全像货柜车连起来一样，所以才会一次死那么多人。那365人受伤是在接下来的那个空袭行动中，比如说沙烏地阿拉伯的苏尔坦亲王机场，这个机场当时被那个伊朗用巴沙尔飞弹打过来的时候，美军真的吓一跳。所以这个突击行动之中，至少有200多个官兵是受伤的。那死亡数字美军到现在没有公布，所以你会认为说，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可能比较科学一点啦，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保留。那伊朗方面不是这样讲，他说美军已经死了680个人了。然后至少有5000人受伤，那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为什么？因为你680个人死亡的话，那等于一个旅的人数了。美军毕竟到现在没有派地面部队上去，那他牺牲的人员大部分都是雷达站操作员，或者是飞行员，那或者是在这个地面攻击之中被波及的那个机场勤务人员。像这些人总数加起来可能也不到100名。所以说，因为美军没有正式派部队派陆军去参战，所以你在空军跟海军上面，你说有5000多人受伤，那必须真正击中迪利波里号才行啊，对不对？才会有这样子的受伤。不过我刚才忘了讲一点，迪利波里号自己本身就有紧急手术室，而且有28张病床。我刚才说的，你想不到的东西，它都有，它马上可以进行显微手术，都可以做得到。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双方都会夸大自己的战果，保留自己的损失，一定是这样子。但问题在于说，不是在比较这样的东西，而是说你双方的数据我们当做参考，接下来要看的是你怎么样回到谈判桌上面去。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且你今天要让人家能够说服，就是说美军你不是以一个侵略者的角色进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一定有在谈，谁在谈？中国的角色绝对跑不掉。像这样子的国际重大事件，如果中国再置身事外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我认为王毅等人他们在这一件事情后面所扮演的角色，绝对是你我所想不到的。我认为中国正在出力，而且出很大的力，要阻止这场战争在继续扩大当中。不然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天好像有缓和的迹象？我认为中国扮演的相当的角色在里面，而且我们在很快的未来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好，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他的压力，除了面对于目前是否有在盖牌的这个死伤人数之外，他的其他压力还有就是钱真的花得非常的快哦。那么民意也不断的在往下掉，针对于川普的支持度。先看这个花的钱到底有多少，一天就会烧掉10亿美元，为了这场战争。那么6天烧掉113亿美元。最新针对于川普的民调哦，其实支持率已经掉到剩下36%而已了。那么动摇比率高达了38%，其中最失望当初投给川普的人就是年轻人跟西语裔的选民了。接下来他会不会成为这个期中选举后跛脚总统几率高不高？上次哥怎么看？川普还是非比寻常人啦哈，他作为一个很特殊的政治人物，那么很多东西都是强烈的一厢情愿，而且他也无视周边的环境。但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那么，作为一个商人，他心中永远有一个这个天平，什么东西的投入如何之类，我觉得这是只要有像川普这样是几十年，我从小就在做商业训练的时候，他这个东西一定在。所以他跟政治人物觉得是不是左边右边在选择方向不太一样，他都有一个天平这样的地方晃动。但是呢，战争很不一样，跟其他的政治动作、跟关税啊、跟其他的国际施压不同，他就是会杀红眼。那要知道，你说对于川普这样的人，你要他最后就是说他收场，你要他认栽，你要他认输，你要他认赔，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不要说是美国泱泱大国，所以无论如何，首先会进行的，其实在美国的媒体也都在揣测，也都在呼吁。首先，第二个部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先前转移注意到别的事情当中，让川普在这个地方能够松口气，然后最后可以稍微有一个下台阶。第二个部分当然是川普常说就是甩锅，把整个责任转给别人，或转给什么其他的。目前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其他人可以甩，因为你真的要甩给以色列，但到目前为止，川普只有抱怨、有批评，但是他没有甩锅。但第三个，大家最重要的，其实就大家认为最有可能就是你最后有一个局部的小胜利。好，比如说现在你真的核设施拿到一点点或等等之类的，你就立刻宣布，赶快去整个就是你知道把幕放下来，大家就有鸟兽散，感觉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都不容易。一方面主要是伊朗也不是弱者，那我觉得对于刚刚也提到中国的部分介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我现在所了解，中国大陆当中整体在讨论的是，对于实质的这个战争战事，也就是美国、以色列跟伊朗在所有打来打去的这个部分，这不是中国会介入的。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宗教的很多各方面的深层的仇恨，而且现在已经双方都死或损伤很多，不是一个外人能够去阻止的。而中国在里头做的部分是什么？是对周边整体的情势能够缓和，也就有点像中国大陆擅长的乡村包围城市，也就是说先从外围当中形成某一种可能的共识。这里头其实比如透过巴基斯坦，比如说波湾的一些相关的国家，波湾国家跟伊朗自己本身能够达成一些共识。那这是过去来讲，就是中国大陆长久在中东做的事情。所以一旦这里头能够形成一些开始性的一些缓和，那么最后在美国跟以色列这边跟伊朗这些主角们最后最赤裸的对话就可以有进一步，而不像有周边又都点火了，大家也都杀来杀去，全部都杀红眼的话就没得收拾了。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川普眼红哦，因为呢，他在这个时候也呛这个伊朗，他控制住荷姆兹海峡，而且过路费哦还收，不顾盟友的死活。另外，川普是不是有可能现在来自于专家的说法，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成为 ICC 最后被通缉的名单，成为通缉的美国总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4月的第一个周末，2026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本来呢是复活节，纳坦雅胡在此刻高调的向川普致意呢。表示非常的认可川普所做的事情。那川普也重申对于伊朗的最后通牒，喊出了宗教复兴，邪恶必败哦。不过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天主教的教宗良十四世上任首个复活节是终于看不下去了，几乎是公开跟川普喊话说，别为统治欲望来做开战，
放下武器。好，刚刚讲的除了教宗都看不下去之外，其实受到影响的还包括了整个在荷姆兹海峡，现在影响的是全球啊。我们要来看到的几个重点，包括了 LNG 的这个运输受阻了，卡达邮轮也被迫只好掉头，亚洲的能源供应也开始出现不稳的现象。再来就是 OPEC 增产却是运不出去。国际货币基金在这个时候警告全球的通膨会持续的升温。国际的原能署也特别讲说了，这一次当前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比前3次石油危机加起来都还要更严重。接下来4月份，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要面临的就是黑色4月了。不过在这个时候，针对于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费，这个川普最新说话了，他说啊，应该要由美国来收。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出现了各种的战损，或者是经济上面啊通膨各种损失，但是美国继续的希望能够趁火打劫哦。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荷姆兹海峡现在被封锁，包括全球能源受阻，亚洲、欧洲都被拖下水，但是川普这个时候还呛说这个费用应该要美国来收，要赚一笔，怎么看？那盟友接下来还会愿意追随川普吗？大使怎么看？盟友现在都在背刺川普啊，对不对？没有人要追随川普，他们都很希望川普这一次事情啊就彻底垮台。哎，包括英国，包括德国，包括法国这些欧盟国家，他们事实上在前一轮啊被川普欺负得很惨，尤其在贸易谈判上面。后来川普在俄乌战争上面啊，又这个虎头蛇尾，把烂摊子丢给欧盟，对，让欧洲去处理这个俄乌的问题。那所以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讲的话，川普尽早下台可以止损，所以呢，他们不会那么傻的，就是说哈，这个还把美国当盟友，这个时候哪一个国家还把川普当盟友啊？那就脑袋有问题，哎，还认为美国是什么哈？这个叫什么？哦，这个跟美国关系叫什么？这个好像非常的坚强啊，不会破坏。没有的，国际关系你要看现况。美国已经变成你的最大伤害你利益最大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一定要采取对策啊。所以这些国家都已经摆在面前讲了，像德国啊什么都出来讲了。你以为教宗出来讲话，后面不代表这个主要这些欧洲国家吗？对，这个都有关系的。那川普事实上的话，只怪你们对他认识不清楚啊。他已经讲了，我选举的时候我就是 America First 啊，对，美国第一啊。什么盟邦？没有盟邦，没有这个概念。你如果自认为是他的盟邦，自认为把你的安全跟他经济利益跟他锁定的话，你就是被他勒索敲诈，然后最后被他什么吸干的一个对象。那现在不就是这个状况吗？川普昨天又开始骂这些国家啊，又骂欧盟，又骂日本、韩国，全部骂，对，全部骂，因为他是利益第一嘛。那其实西方国家、美国这些国家，你看，尤其这个国家，他从2次大战以后，他打的所有战争，你以为他代表正义吗？这个国际政治没有正义，国际政治在这些人的眼睛里只有利益。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川普已经讲了，荷姆兹海峡的收费就应该由美国来收。我打伊朗最重要是想把伊朗的石油拿过来，所以就讲了，美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问题没有认真听川普讲话，川普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人家欧洲老早就觉醒了，还靠川普，被抢光了，吃光，然后呢，骨头都不剩，所以这个欧洲国家不会上当。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要伊朗的石油，不过伊朗呢，它也是持续的针对荷姆兹海峡这边呢做了更高的一个管控，而且是有精细的一个管控。它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说，它不会做全面的封锁，会选择性的开放哦。针对亚洲4国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中国开绿灯，特定的邮轮、人道船只可以安全的通行，并且也跟阿曼讲好了，接下来会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在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会不会让美国在中东的铁板盟友慢慢瓦解？上这个怎么看？外界可能不知道，现在其实在中东的部分有一个生意非常非常的兴盛。我过去做投资，也有在国外刚回来，也有朋友来找我，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中东这些被攻击、破坏他们
能源设施的国家阿曼沙特，现在全部都在全球采购这些要重建的设备的订单。所以呢，包括朋友说要赶快去做生意，说现在那边很多钱。但是呢，我要讲这个东西主要是中国人方面，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到那个地方开始在做规划设计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战火好像大家全部都停顿，日子还是要过的。只是为什么？而且现在为什么买？因为不早点买，可能未来如果可能半年后要真正重建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几倍以上了。所以大家都先在批好。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些其实是中国方面的中国的厂商在协助做重建规划，但是买的很多设备还是要美国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可能这次对于美国的政治的信心，波湾的国家啊会有很大的影响，会的。那么美元跟石油这能源当中的这个挂钩也会受到影响，会的，但是不会崩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现在我自己亲身接触，说单只是采购这些设备，说被炸的、被伊朗攻击的这些管线啊，这些设备，所有要买的都还要美国方面要同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妙的。主要原因是你现在崩溃了，要有个替代的东西。现在其实无论人民币或中国的势力还没有办法全面的替代，它可能有些影响，或大家开始会运用一些人民币啊或周边的东西，但真的没有办法。大家想象中这场战争就让美国全面崩溃哈，大家不要那么天真。而且当然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核武对他来说就是印钞机啦。就我所知，在投资圈都已经讲，现在只要任何已经可以通过的那些船，都已经钱都付给了伊朗。你不要觉得什么有前金后谢，说啊，我先让你过之后给你钱。也就是大家现在在细数，可能20几艘已经经过了，这20几艘每一艘可能就是200万美金哦。所以伊朗现在是不只是一个政治宣示在荷姆斯或军事控制，对他们来说就是快速的印钞机。也就是说，在全世界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战争的政治面，战争当中的国际外交的这一些争荣或斗争，可是实质上当中来讲，无论重建也好，无论现在伊朗也好，大家还是要趁机发财也好，或者要把钱赚回来，因为毕竟飞弹这些打来打去就是要花钱，民生的部分就是要被破坏，所以不会等到全部破坏完之后，大家就来做重建。所以现在其实中东地区的重建已经开始了，我们之后会有看到更多的信息。好，我们看到川普或者是伊朗双方都希望在荷姆斯海峡在这边收费用，趁机赚一笔。不过，川普目前到此刻为止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触犯了这个战争罪？现在呢，也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们来看到是川普不是说威胁吗？他要炸7号的时候开启地狱之门，包括了伊朗的电厂、桥梁、民用设施。但是呢，我们看到欧洲理事会的主席他说，打击能源设施是非法而且不可接受的。国际刑事法院前检察长则是说，你蓄意针对非军事目标攻击是构成战争罪的。现在 ICC 会已经启动，如果启动调查的话，川普有没有可能是成为普丁跟纳坦雅胡之后被国际通缉的另外一位现任领导人？干哥怎么看？那就要看川普的造化如何了，对不对？会不会说跟普丁一样，普丁还是照过他日子啊？那川普是不是也可能会继续？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健康，好像听说已经亮起红灯了。但是国际那个欧洲理事会主席Costa 他所讲的是对的，这句话也是我们现在所有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普世价值观念，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去打击能源设施？如果说你真的要打击能源设施的话，那像俄罗斯它起头它就可以打掉所有基辅的能源设施，我让你根本没有暖气可以用，我让你石油根本没有办法分管线出去，我根本战争不用打4年，对不对？甚至我直接攻击核电厂。那你川普现在讲的就是这一套啊。好了，我告诉你哈，在这个那个美国时间7日上午8点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原时间8日上午的8点，还不接受我的停火条件，川普这个15条的话，那我就要准备攻击你的能源设施，甚至攻击你的这些海水淡化厂。你要知道，这些都属于民生必须的。如果你攻击这个，就等于犯了战争罪了。所以难怪这个国际这个那个刑事法院 ICC 啊的前任检察长，就是第一任检察长莫雷诺，他就讲了，像这样都是不能够被接受的，那个就叫做战争罪。如果今天美国总统犯了战争罪的话，那
我们这个国际法庭，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坐视不管。你真的去打击了这种民用的设施，而造成了无辜的百姓的伤亡的话，他们是不会坐视的。白宫新闻那个秘书李威特就讲了，他说美国总统一定会遵照法律来进行战争。这句话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大爆笑？